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不屑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今天的课题是刑事辩护，一会儿会分成控辩双方。张三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本案中犯罪的客观方面不成立，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采纳。言语比较突出。他大的证据链的角度、估证的角度都打出来了。我感觉他就是那种轻轻松松就学习和考试都特好的那种，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现在胜利的团队是辩方，数一下自己的铅笔7根、8根、5根、6根、4根、6根、3个、1根。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几个课题下来，突然觉得是不是自己能力方面出现了问题。其实我感觉自己准备的还可以。结果我却是全场得分最低的一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律师会。香港律师会是我们香港的律师的一个监管的团体，而且呢也是为我们会员服务的一个专业的团体。我们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讲话跟 Kim 真的很像哈。对呀，Kim 主场呢，真的。律师会其实是1907年开始成立的，其实在亚洲这方面，它是其中一个最早成立的一个法律团体。香港可能对内地的朋友来说呢，大家特别记得的可能就是一个行使普通法的一个制度。为什么叫普通法呢？主要就是有一个案例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呢，就是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我们大家的案例都可以互相的，就是去引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终审法院。只在 TVB 里出现的。这个呢，就叫做 Themis， 就是一个希腊的神像，而且就是蒙着眼，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管你是谁，法律都是公正无私。然后呢，这个剑代表权力，然后这个天平就是代表一个公平的一个象征。明白。哇哦！哇！这就到我们下一站，就是高等法院。杰西律师正式成为一个律师，就是在这里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新律师都会在高等法院前面这边打卡着。是。然后就穿着这个律师袍，在这4个字下面呢，正正式式的拍一个照，纪念自己这一天正式成为律师了。哇哦！这个拐杖也特别有范儿哈。觉得是一个饰品。对。你好，感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林新强议员，这是我们立法会法律界的代表议员。哇！你好，林议员好。你好，很欢迎各位来参观我们立法会。我们香港是全国唯一的普通法地区，我们有判例法。我们呢，打官司呢，有立法跟判决冲突的时候，我们立法是最重要的。大家是我们未来中国律师的精英中的精英。我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呢来香港做香港律师，香港欢迎你。好呀，好，谢谢林律师。好，谢谢。
那今天晚上我们举行模拟法庭的地点就将是前粉岭裁判庭。模拟法庭，这就课题了。这一次模拟法庭，你们的对手将会是来自敬天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哇哦！这一次 KPI 只有整个的团队获胜的时候才能够获得，而且是每一位都能获得。哦，团队战，所有都是一体的。来了，燃起的团魂。哦，倒回去了哈。好，同学们，我们2分钟之后到趣多多超有趣美味站，然后集合，我们将宣布下一个课题。好吧。这下一个课题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惊喜。那这个惊喜呢，就在超有趣美味站逗趣机里。愿意来为我们打开？有一包趣多多，然后还有一封纸条。第一个是皇后像广场。皇后像广场啊，你知道？知道，我以前就在那边工作的。哦。第二个是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有权保持沉默，是要去法庭 embarrassed。第三个是假发，白色假发。福田吧。所以可能是在香港法院。对。那之后我们现在去1号会议室，然后我们将会公布具体的课题内容。好的。但这样挑战很大哎，他们中只有 Kim 的话是有这个背景。哦，对。好，这个第5个课题将会由我来发布。我呢是今天工程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那这几年来的话呢，其实政府也是大力的支持大湾区的发展，包括的话呢有很多的政策去促进我们内地与香港法律界的交流与合作。那我们第5个课题考核的题目呢，就是香港的模拟法庭。好开心啊 ，Kim 开心了。我已经看到 Kimberly 现在表情无法抑制的兴奋与喜悦。好，那么呢，我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本次出战的一个规则。来了。那么这次模拟法庭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实习生将会一起到香港进行。这一次遵循的是中国香港的模拟法庭的规则，以全英文出战。哇，真的太对 Kim 的量身定做哎。同时，案件将适用香港法律。Kim 满脸都写着稳了。我们8位实习生呢，将会由2位作为代表出庭对战。哦，2位。而剩下的6位实习生的话呢，将作为辅助配合。其实肖阳也应该可以，因为他是英文也不错，牛津的硕士。那么虽然只是2位出战，但是注意这一次是一个团体战。你们的对手将会是来自敬天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所以说，我们8位实习生必须全体共同完成这一个课题。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行吧，也是英文，全英了。首先呢，这一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和被告都是一个 romance scam 受害人。原告他遇到了一个伪装成成功商人的一个诈骗犯，让他呢参与了网上的百家乐的投资。我们的原告数次
向诈骗集团控制的账户进行转账。大部分的款项的话呢，都被分成小额转向了海外的账户，而无法追索。而在这里呢，我们的被告其实也是一名受害人。诈骗犯他伪装成了一个无辜受到拘捕的受害人，那么呢，他声称他需要呢是港币50万作为他的保证金。被告向诈骗犯所指定控制的账户汇出了港币50万，同时呢，诈骗犯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向我们的被告送出了一块名贵的手表。但是呢，之后我们的被告发现，原来这一款是一个假的赝品手表。此时才发现他受骗了。但是巧合的是呢，在第二天，我们的被告意外地收到了诈骗犯向他转账50万元。这50万其实是诈骗犯错误地转账给我们的被告的。而被告呢，此时已经意识到，诈骗犯绝无可能自己诚心地将款项偿还于被告，于是呢，他立即与诈骗犯断绝了信息的往来，就转错了是吧？对，之后呢，我们的被告又因为她的丈夫在内地经商，遇到了财政上面的一个困难，先将款项转给了她的朋友，而她的朋友的话呢，通过她个人的内地账户，将等额的人民币汇款于我们被告的丈夫。被告的丈夫之后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无法将这50万港币偿还于我们的被告。好复杂，三角形都好几个了。就是诈骗犯把原告的钱无意中打到被告那儿了。而现在我们的案件就是，原告提出了一个物权追偿，要求被告偿还港币50万。同时的话呢，作为一个 alternative， 那么我们的原告也提出了一个 restitution claim， 是基于不当得利。那么在我们这次的模拟法庭之中的话呢，我们的2位实习生将会是代表我们的原告，在整个的庭审过程当中的话呢，进行总结陈词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实习生需要提前准备一个供法庭辩论所用的 skeleton， 也会与我们镜片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所代表的被告进行交换。这个节目好好看啊，玩的就是刺激，每次都是打架。那我们的 skeleton 将会需要在24号下午5点之前递交，而正式的模拟法庭将会在26号进行。哦，这次战线拉很长。好消息告诉大家的是呢，这次我们课题的 KPI 是非常诱人的。具体多少，我这里先卖一个关子。倘若我们在座的8位实习生作为一个团队合作，能够战胜镜片香港办公室的小伙伴的话呢，那我们每一位实习生都将获得 KPI。代表我们团队出战的2位实习生的话呢，将会获得额外的 KPI 分值。都会获得，但那2个人会更多。但是，一旦我们最后在法庭辩论上面没有获胜的话，任何一位都将没有办法获得 KPI。那刚才也已经提到了，这一次的课题将会是以全英文的形式所进行的。现在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英文的摸底。救命！可能不考试英语。天哪！会有10分钟的时间给每一位实习生做一个准备，请大家用英文告诉我以及其他的实习生如何证明你可以作为代表我们8位实习生来出战这一次模拟法庭。天哪！还不只是口语，还有10分钟时间要有一个逻辑。
为什么适合，同时加上这个表达的能力。最后是用口述，对，用英语纯口述的方法来完成。好考验词汇功力啊！是的，要我的话就先写个中文的给他翻译一下。哎，那他们这个10分钟之后陈述是可以看稿子的吧？还是说脱稿完成？他没说，但应该可以看一看吧。但是脱稿的话，肯定对他印象更好。对。好，时间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陈述的环节。Any volunteer？ 哇哦，就开始转了吗？已经是的。全身发毛的感觉一下就回来了。Is there a time limit for my seat? Take your time. So, good morning. It's an honor to apply for this position. I will state for 3 reasons. The first, I have 8 English moot court experiences, including 2 Bismuth, 4 Jessup, and 2 other English moot courts. Wow. I have argued in 15 oral hearings, and I won 95% of them. This means that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be a good oralist, and I know how to win. The second is about skill and knowledge. I am familiar with common law, and my English research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re well trained. And thirdly, and most importantly, I am a team player. Actions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From previous cooperations, I believe we can all see that I place the team in front of myself. So by choosing me, you are not choosing someone to replace you. You are choosing an agent to effectively express our collective wisdom and knowledge. And again, trust me, I know how to win for us. Thank you. 好，这一趴我直接就被他倾倒了，真的太帅了。比心。Oh, my learned friend, Mr. Hu, is very confident and persuasive. All right, I just say I'm rather privileged in this muting test in a few ways. Most obvious advantage is that I received my leg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honors and obtained PCLL with distinction. 都是大神啊，都是大神。 In my previous privileges, I also visited around Hong Kong and had my hands on various types of cases, like murder and rape appeal.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I'm familiar with the courtroom procedures and trial techniques. The topic we are facing is a civil litigation that involves different aspects of law, like trust law and fraud. I'm confident that my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would bring our team victory. Thank you. Thank you, Ms. Kimberly. Who's next? 黄凯，秀一段黄凯。觉得肖阳应该吧？肖阳的英语那么好。肖阳、牛津，王毅是康奈尔。How about you, Mr. Xiao? All right. 还是老师点名。他还是这个性格，还要 Q， 还是要 Q。还是老师点名，然后对，你需要点一下他。First of all, I have been studying common law and to be more specific, UK law for 2 years. This means that I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Hong Kong law, which has UK law as its model or referenc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 have good legal research skills. I'm diligent and I have experience of conducting independent legal research. 哎，两个人相似一笑。 So I have 3 points. So the first is I have common law background and I am familiar with the system of case law. 哎，他们的口音都还不错。 I am familiar with Korean structure, which is very commonly used in legal writing in the common law background. And so I am confident that I can produce a higher quality outcome of this competition, especially for the part of statement. And next, I have already prepared for the New York Bar State exam. So the whole process gives m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law and contract law exactly. 哦，他已经在准备这个纽约的律师考试了。天哪，太酷了 Thank you. And I think I should choose someone from my team. My team. So how about you? 雨桐，崛起。
I think I'm up to the task. I have enough patience and care to collect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which can help me to judge the accurac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references to jurisprudence. Okay, so for the first is that I'm also have the common law background, so I'm very familiar with the common law and the system. And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if we prepare good, and I'm very good at arguments. 非常有说服力。姿态也好，怪不得那么喜欢他。 I can clearly sort out of the facts and evidentiary reasons in them. I will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team and with other partners. It's my honor to apply for this position, and the reason why I can be the representative is that I'm good at announcing legal issues and expressing key points. 哎，文婷英语也很好。哇，她的声音好舒服。But last but not least, no matter who will be the representative, I will try my best to work on this mood, and I believe we can get a good outcome. 哦，优雅。太喜欢了。 Thank you all. And after this very first round of submission, I'm even mo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mooting.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会把我们的 mooting brief， 然后以电邮的形式发给各位。那各位的话呢，就可以开始准备我们这次的模拟法庭了。那么代表我们8位实习生出战的2位实习生，如果有愿意申请担任这2个角色的，请在12点45分之前电邮告诉我。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我们这次的课题是一个团队战，是我们所有8个人的荣誉之战。所以说，无论最后是否是出庭的实习生，请各位务必精诚合作，一起做好这一个课题。那好，现在各位可以回工位了。哇，帅！天哪，帅！快放我们回去上课，学习背单词。学习的魅力。我刚才看这个 VCR 都看出了最近看《好事成双》的那种爽感了。确实。来，下面请我们能力、颜值和英文都并存的小彭同学来讲一下。哎呀，那我完全没有。接下来，鹏鹏可以用英语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看好哪2位实习生以及为什么？好了，好了。你看我这茫然的眼神。你先说说你对谁的印象比较深刻？这几个人里面，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发言的明浩，胡明浩，有眼光。我觉得第一个永远会让带队的老师记住。对，我也是刚刚看完，我对明浩简直就是完全我被他折服了。我觉得明浩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优雅从容的输出自己的魅力。对。但是这个魅力是来自于他的积淀。是。但是他在输出的时候是不争不抢，又非常有节奏。是。持续输出魅力，就觉得好赞啊！如果以前的过往的 VCR 里面，我对明浩是，路人或者稍支持，路人粉，对，但是刚才是明显的就直接路转粉，就我现在就站的就一塌糊涂，一点也不犹豫。你的用词也真是对，因为我觉得他跟那个输出我太喜欢了。谢谢你啊！我代表胡明浩谢谢你的支持。心中有日月的男人果然是不一样。哎呀，没办法，被名字所迫呀。我觉得搭配可以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我觉得其实搭配也蛮好。那女生你是觉得？女生正常来说，大家应该都会选 Kim 吧？对，因为她毕竟是香港人嘛。但是王毅很有竞争力哎。是。他正在准备纽约的律师考试，对。那他的英美法系也是联系，对的。然后他的康奈尔的经历，他的整个口语的流畅性，他的英文也非常好。就是我觉得刚刚几个是正面的那种印象深刻，但肖阳的话也是一种别样的印象深刻。就按照我的理解，我对他的简历，他应该也是对这种英美法系了解很深刻，然后呢英文也很好，他的理论知识也很扎实，但他这次还是没有表现出那种非常积极想要争取的这个意愿，反而是
那个骆律师点到他了，然后他才说了一下，而且这个说好像也没有展开，就浅尝辄止的感觉。我还挺好奇他是怎么去思考这个东西的。你猜他会不会最后连那个邮件都没有发呀？12点45，不知道，但是我挺希望他发一下的，就是去争取一下的。这个场合是香港啊，香港有2个变化，一个是法系环境不同，对的，一个是语言要用纯英语。有没有唤起你们曾经一些英语学习或者英语使用过程当中的记忆？我感觉大家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让你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你可能会背很多的词，但是一说你就感觉脑袋里面什么都没有。对，就是想问一下陈明老师，这种就是口语上这种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这说的好像我是个英语老师，就是我不是啊，你就是我不管，我不管，你要说，我觉得从硬背开始吧，我们之前也都是就初中高中时期就咔咔一顿硬背，很多句子其实也不知道或者没有那么清晰的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养成那种肌肉反射，就是你眼一闭一睁 ，Ladies and gentlemen, standing on this stage is my pleasure. I'm glad to say something here. I think winning this chance, this great opportunity is a very important moment in my life, and I do really cherish this time, and I hope that every one of you will like me and enjoy my speech. Thank you. 我都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啥，但是就硬背出来，你就硬背，真的硬背。Help， 就是刚才那一段，其实就是上场之前的一个比较通用或者百搭的一个开场白。这是哪一个 rap 吗？是的，我听出来了，它里面有一个 beat。受教了。哎，我告诉你，真正的专业人士在这里，小兵哥演合伙人的时候有过经历吧？因为我们其实都小时候学过英文，然后学的英文呢，那会儿我们其实说的都是 Chinglish， 对。然后呢，我大概在00几年的时候左右，突然兴起来说我们要学一些英文。为什么要学英文呢？万一这个欧美的片子找过来之后，我们可以演，对不对？万一英文说不出来，那不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吗？然后呢，就学了一段时间，其实学的还是不怎么样。但那个时候呢，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没什么人跟你说真话。凡是你说的好一点点，他就会说：“哎呦，你说的已经不错了，很好了。”所以我后来在一个发布会上讲了一个英文，其实我讲的并不是很好，我自己也知道，但是周围的人啊、老师都鼓励我说：“你其实讲的不错，能讲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很努力啊。”可是没想到讲出来之后被人笑了，包括那段时间我说我唱那个歌，所以当时我就特别down，就像我刚才说，碰到了人生的低谷。我的一个落差感非常强，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想死的心都有，就是不想见人，因为你会很就真的是马路上看到狗都觉得他在盯着我骂我的都不想理我的那种。然后后来呢，很有幸接到一个剧本，就是中国合伙人的剧本。为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疯狂的背英文。之前英文被人嘲笑了很久，我从哪里跌倒，我要从哪里爬起来。最后一场辩论赛，我的台词本上有好几页纸跟老外的一直讲英文。当时我就记得很明显，如果说咱们私下这种嘀嘀咕咕背很容易，但一旦你面对摄像机，面对这么多演员，面对那么多群演的时候，你肯定会紧张不知所措。能用什么方式呢？肌肉记忆，真的就是像陈明老师说的，大声的把它背出来。而不只是说你自己大声的把它背出来，是要找到很吵的环境当中，就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你大声的把它背出来，变成了就是任何事情和任何东西都打扰不到你，你随时随地一张嘴就出现。等背到这么熟了之后，你再用情感注入，再去把它说出来。所以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在美国的时候，这场戏我是一跳过的。所以说，谢谢。那一刻其实给我增加了很多的信心我非常非常感动。对，所以我就想拿我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就是碰到事情并不可怕，对，真的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不动。所以出事情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不要抱怨别人，不要抱怨境遇，也不要抱怨运气，先问问是不是自己哪些方面没有做好。能够自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OK， 我们看一下，谁会是那2位站上法庭来进行总结陈词的人，以及他们会面临一个怎样的挑战？一起来看。
我感觉一个个英语都好好，让我压力很大。天啊，我没有学过普通法，怎么办？哎，陆里，您刚刚说就是所有想 apply 的都要给您发一封邮件，还是？对，但是你当然就只是代表你自己。OK。天哪，是团队战，好开心啊！对，加油，我们加油！团队战好开心，对。对，没什么压力。是的，不用跟朋友去竞争，这件事情，这很快乐。对的。我不是很理解他说的话啊，他为什么又让我们自己发邮件给他呢？就是你想当你就发，然后可能不知道怎么决定。完了，小杨这么问，我怎么感觉他可能不发了？我理由是什么？他想刚刚发了一个邮件，你可以直接回复他就行了。小杨，发一个，发按个 Control。他积累很好，就是少点火焰哈。你打算发邮件吗？我当然不打算了，我连这普通话都没学呢，还。明浩的话，你是参加很多这种国际的。吃吧，好香。其实他刚才讲案例的时候，到后面我都听得有点晕。被告也被骗，对，原告也被骗，又不小心转错了，好多法律要点，而且还得是香港法。他们了，主要是对面他们都很厉害，肯定很有经验，我感觉。那肯定啊，挺难的。但我觉得我们的也很牛。我们要加油！我好喜欢这种团队战，我也是很团结的感觉。对啊，有更好的可以更带领我们成功嘛。对，我们是要团队要赢嘛，并不是要自己怎么表现。打好辅助位，对，大家心态都很好。加油，明浩！他肯定要发的 ，Kim 肯定要发的。哎呦，我好希望是 King 哦！我还蛮期待他在普通法下的这种对我希望表现，是的。我们现在其他的人现在可以，我这有点，但是
想一想，有什么点吧。我们要不要先理一下试试？那我们现在就还去会议室用那个黑板去。好。哇，这种团战的感觉真的太好了，真的氛围就很好，大家一起使劲儿。对，太棒了。洛丽这太有范儿了。目前是第3点。目前是第3点，然后第3点还有谁？那个熊星。这个大家都在积极的讨论。那我们今天早上有讲过，那最后呢，代表我们8位实习生，然后来出战模拟法庭呢，总共会有2位。那我呢，总共收到了4位实习生的申请。4位，那还有1位是谁？我们会不会张雅琪呀？张雅琪不会，她刚刚已经那个了。这 Kimberly 虽然有主场之力，但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惊讶，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被人挑战的威胁？对，当然，这个有主场之力的 Kimberly， 她还是第一个发出这个请战书的实习生。然后之后呢，我就收到了胡明浩和言语一个非常长的一个submission。然后之后呢，我就收到了肖阳的申请。迈过去那一关了，这是对自己的一次突破。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几个课题下来，我突然觉得是不是自己能力方面出现了问题？已经是3场了，现在已经课题4了。那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今天的状态，这不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情。如果你想好是要做律师的，你必须针锋相对的，总有这个时刻的。这并不是不对的事情，这是对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要看到自己在进步，有想通很多东西就是提高。老师指导的好好，我太同意你说的了。天哪！陈律最适合来开导的。陈律有跟他一样很宽厚、很温柔的这种底色，但陈律久经沙场。怎么了？那当然了，这个肖阳也是非常非常的积极了。那所以呢，因为鉴于我们现在有多过2位的实习生主动请缨出战，最后如何选定，在24号下午就会有一个小模拟。啊？怎么的还要 battle 一下？这个难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是的。我们4位自愿出战模拟法庭的同学，现在呢就可以两组合一下。在收到了对方的 skeleton 之后，我们会计时的分别提供给组合的这2组队员，即场做一个口头的回应。我会基于这4位同学现场的反应，最终选出的实习生可能来自同一组，也可能来自不同组。选出最好的2位代表在座的实习生呢，出战香港的模拟法庭。哦，其实也挺好，就让他们多试一试这种感觉吧，练练兵嘛。漂亮，很公平，很公平，看水准。那么就请各位加油，好吧？谢谢。谢谢乐律，谢谢乐律。没事，你可以的，我相信。好难呐！那我跟你一组吧。那我跟你一组吧。哦，好。那就我们俩来合作。行，好。好。这么拼法的话，其实4个人还是势均力敌的，这2队。这4个超强啊！截止现在，就有4位实习生主动的发来电邮，那么分别是
思远组的胡明浩，对一敏大哥组的 Kimberly， 以及思远组的言语，对一敏大哥组的肖阳。这就是我说为什么2位要对赛制特别的留意。哎，我要去批评他们一下，至少发个邮件选不到。然后的话呢，就是在最后的4位自愿报名成为出庭的律师的实习生里面的话呢，但你这不是2位吗？我们会最后选出2位。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您说，现在报名时间截止了吗？我几点截止啊？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团队战，之前的这个对抗性相对而言都会更强一些。那这一次的话呢，就真的是就是8个人需要一起团结了。其实我也非常的期待看一下剩下4位，他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参与度情况，毕竟是团队战，在前期这么多2天时间的准备里面，还要看谁有这个 leader 的能力。要来做一定的统筹安排，不是说大家各自为战，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至少有1个或者2个人组成一个，就是我来挑头，整个这个怎么安排。所以这次我觉得还会看到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把那些 judgment 都下来，然后看一下。你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你学校里边的？因为就是这2本书应该是很有用的。终于到了 Kim 的主场了。等一下，我们是明天上午互相交流是吧？明天早上我可能要晚一点回来，因为我要回一趟香港去拿书。那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我们等你回来吧。那肯定等你回来。你不用等我，就你们先讨论也行，我去。你很重要。对啊，突然压力好大。那不，还是一起。众望所归了。哦，我这会儿先把那12个案子给下下来 PDF 发群里，要不？好，太感谢了。胡明浩真是自带这样一个大哥气质，真的稳，一直在帮大家考虑，帮整个团队考虑。是为了快速找到一个。对，怎么搞？Kimberly， 你来一下。加油！啊，好难啊，真的。你们都做了分工了？分工了。这个里面你因为对中国香港法比较了解，那你要可能站在那个角度多出一点力，你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推动这个事情走，包括团队的协调，大家分工。那他压力好大哦 ，OK， 压力非常大。但是我觉得压力好大，我就觉得，既然我是有学过一部分这些，我又是来自香港的，然后可能你们对我的期望会很高。没关系，还是团队战。你这个不要有自己怀疑自己，我觉得你每一次的点都找得很准。那有团队的力量，毕竟是团队作战，所以要协作好，还是要调动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但一定要有信心，我觉得你可以的，没问题。谢谢陈律。好，我去努力一下。去努力。好。陈律每次说话呀，真的太治愈了。陈律说的每次的内容重要性都极高，但是他又说得很轻松，就举重若轻，就最恰到好处的那个点。加班归加班，你们还是要记得按时吃饭啊。拜拜，拜拜，拜拜。懵懵懂懂的眼睛，渐渐
不是那个8点离开的 King 了，因为他现在有全组的希望，全组的希望，这算不算也是一个改变啊？算。踏上冒险的旅行。我刚才把里边的一些都已经整理出来，大概就是这么一些 transaction 在里边。首先就是 plaintiff 把100万给了 Chatman， 就是那个诈骗犯，但是这100万已经是无从考究，所以就。妈，这个翻译版真的是我不太通顺，感觉。你懂了吗？我平常看中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不太通顺。这次7个人都懂。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家了，都很晚了，11点了。他们好像都走了。我们第一部分写的怎么样了？第一部分还行，我还在研究第3个案子，然后我也觉得可能 propriety 走不通。那你就是跟 Kingsley 想的差不多是吧？我还没查到，就是财产面试之后是吧？对。Hello， 回来了。嗨，回来了。哇，拿行李箱啊。Hello， 快歇一下吧。对，休息一下先。没事，你们聊吧。看看你带了啥？给大家买了个香港的点心。这么好，带的书要拿出来吗？还是这个？要啊，你帮我拿。我的天，这么厚啊！对，这么厚。一眼不看吃的，只想拿那个书，抱着就走。你看他带的书，哇，这本真的 amazing。看一些书，应该我们会对那些法律概念的理解会准确一点。他们这些学霸，我真的是服他们。那怎么说？我们现在去讨论吗？还是先去讨论吗？大家现在去那个讨论一下初步的那个成果。好啊。走啊，我们先进去。你们今天讨论怎么样了？还没讨论呢，等你回来。我们现在一起。今天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然后问我这个，反正可能我要画一些白板。那首先我们之间就是钱就是有这么一个循环，原告人是因为受了诈骗才把钱转到他上，然后才会转到他上，然后这事就是一个根据我们有个案例，就是老师给我们第一个案例来说，他就是这么一个行为，就是 constructive trust， 所以就是我们的原告人对于这50万是有 proprietary claim 的。但是在那个 Rainbow 案子里，那个法院不是hold说，当这个钱 cease to exist， 就 trace 不到了。对。我就说这个点，我昨天跟雨桐也讨论了好久，因为这个其实追下去也是对我们不利的，因为追到他那儿的时候，钱可能已经是没了，所以我们也不会拿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更有利的 cause of action 就是 unjust enrichment。我们反正现在告的就是告他，我们就只需要说明他曾经手上拿着的50万是我们的，就由他来证明他这个钱转给别人，他那个 change of position 的 defense 是不会成立的。然后我们会反驳的点，第一就是 illegality， 他这个人已经不能 rely on this defense because 他已经做了一些违法的行为，所以法律是不会容许他去保护他的。他到底犯了什么法呢？就是我们材料里边后面有提到，就是洗黑钱。简单来说，他处理一笔来自 indictable offense 的收益。所以他是犯了这个法律的话，他是 illegal， 所以就是他这个 defense 就不能提出来。另外一个 defense 不能成立的原因就是他是没有 good faith， 换言之就是 bad faith。大概我想着 framework 就是这么，清晰，抽丝剥茧，
大概就这样吧。你是不是有补充的可以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会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其实就是 Kimberly 昨天提醒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case 是可以跟 reading list 里的 case 可以相 match 的。我们这次主要用到的 case 其实就是 TTI 这个 case。我们的 P， 他可能以为这个陈曼是个基金经理或者 something， 他可能是想转给 real man， 但是最后因为这个 F 的介入，他最后把这个钱转给了 fake man。所以我们觉得这里的 unjustice 背后的原因是 mistake。都是大神啊，都是大神。你说。就我的意思就是在那个 TTI 里，他可能就是，defendant 是直接收到了 plaintiff 的钱。就是你觉得他没有一个传输的过程是吗？但是在我们的案子里，他好像是有2个 mistake。第一层 mistake 是 P 被 F 骗了，第二层 mistake 是 F 不知道因为啥犯了个 mistake， 把钱转到了 D 的手里。2个 mistake。对。P 转给 F 这一步的这个转账行为是 by mistake， 那接下来 F 转给 D 这个行为也是 by mistake， 所以相当于这 mistake 是传递下来的。明白。还有就补充一点，你刚才说的 mistake， 其实除了 unjust enrichment 里面 unjust 这个 element 以外，其实它也是可以构成一个 constructive trust 的其中一个情况。OK。我觉得可能就 mistake 那边找一些类案。OK。就是我觉得其他地方没有争议。甜甜是什么表情？听懂了，通畅了。脑子刚才被燃烧了一下，用了一下灭火器。脑子被火烧了一下，好真实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也可以用这一点 ，lawful 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也可以用。因为 the defendant 在知道这笔钱是一笔赃款的时候，他还是把这个钱进行了洗黑，就是境外转款，就是他的这个处分行为是不合法的。如果对方要援引这 change position 的话，我们可以主要从第3点和第4点，或者是第2点这3个点来论述。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第3个点那个 good faith。Good faith 是说 D 在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 good faith， 还是说 D 把钱转出去的时候，它的位置发生转变的时候 ，change position 的时候，它必须是 good faith。我怎么觉得它不是 good faith？ 不是，对，它是不是？所以对他们不利嘛。For this defendant to stand 的时候，他必须得证明他是 good faith， 但很明显他并不是嘛，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利的点，他并不是 good faith。没问题。OK。所以这1、2、3、4。只要有一个点，我们能够把它打死，绝对不成立的话，对，那他们就是对。我觉得肖阳展开了，他们还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对 ，OK。哇，这个组，这个好好看，这个团战，火焰燃起来了，我觉得。哎呦，这个真是就应该这样。那我们首先的这个策略就是证明 BFP 只适用于 proprietary claim， 第2步就是证明即使BFP 适用于其他的 claim， 那它的要件也没有得到满足。你觉得 defense 是基于什么理由会提出这个 bona fide purchaser 的一个 defense？ 我们可以直接在第1步说没有 purchase。我们组讲的其实是 change of position。如果本案中他没有收到这50万的话，他确实有可能会从其他地方搞到这笔钱，但是在他收到50万之前，他是几乎没有钱的。主要是这个 unjust 的这个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这个点去打过去的。法官说，如果我转给 A 的行为是 by mistake， 那么 A 转给 B，B 又转给 C， 后面所有的这些转账行为都可以基于不当得利来请求返还，这是这个案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全部加入了，就是说那个 plaintiff 可以对 D 以及他所有的后手请求不当得利返还。对，这是那个判决中这么写的。关于 non-receipt 就有3个构成要件，第一个是 a disposal of his assets in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然后第2个构成要件
件就是 the beneficial receipt by the defendant of assets which are traceable as representing the assets of the plaintiff。然后第3个构成要件就是 knowledge on part of the defendant that the assets he received are traceable to a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放风了。因为后面的 unjust 其实也是要去判断，就是他是否是一个获得这笔钱才会把它花出去的这样。我觉得他们现在完全是在一起工作的状态，对，就完全是就没有 PK 的状态。对。不知道咱们今天的那边准备的。今天香港是吧？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么认真准备。我是完全偏向这边的，这立场。我不管今天香港丢不丢脸，跟我有1毛钱的关系吗？没有理由，这是溺爱。我喜欢刘律。谢谢老师。雨桐，哎，我这边可能也有2个案子，都发我。谢谢。没事，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查这个资料机器，也挺好的。他不该有一些 warning 吗？他这样都要保释了，不该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进去了吗？被爱情冲破了头脑，被冤枉了，他肯定跟他说。最强实习律师天团，真的太好看了，好燃啊！我现在发出一个 help， 在座哪位能给我捋一下？来，视线往那边。何律，你一定要用让我们能够听懂的话。可以啊，我试试啊。好，立起我的耳朵了。他们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信托的概念，然后在这里可能会翻译成推定信托。就是说我有一笔钱，我基于某种信任的关系，我交出去了。那你作为这个钱的接收方，你有义务要帮我管理好这个钱。因为在案件里面不是有一个重要信息是中间的这个 F， 它是分别骗了2头的。原告人是因为受了诈骗，才把钱转到他上，然后才会转到他上。我们之间就是钱就是有这么一个循环。在这一个被骗的这个主观的状态里面，我把钱交出去了，那你就是跟我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关系，叫做推定信托。那你就是要帮我管好这笔钱，但是你现在没有管好，我就可以去问你要。Kim 有提到一个点，说我们为什么只追到 D 这里，不再继续往后面追？他觉得往后追的话呢，你不一定能追到，因为案情里面好像是有说她老公是破产了。对，香港是有一个法律是允许个人破产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被告就列为了这个接收到的这个钱的人，然后就没有继续往后推。他们又提到了那个善意恶意嘛，那善意恶意这个点呢，它其实是在推定信托的那条线里面的，因为你主观上的一个恶意把我的这个钱给搞没了，那你要还我钱。如果你是善意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不用还我这个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要么他是不当得利追回这个钱，第二个就是他追他的所有权，就这笔钱的所有权，对的，所有权，能这么理解吗？就是他抓这2点，一个是追所有权，第二个是追他不当得利。我要参加节目了，硕士就快要毕业了。那我刚才看到鹏鹏提得非常认真，接下来鹏鹏会用英语把刚才这段内容再给我们做一个诠释。哥，没水。Help！ 战术性喝水啊，他都没水了。哎呀，怎么没水了呢？真奇怪，空杯心态，空杯心态，战术性喝水。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整个团队8人以一个真正的 team 的姿态啊，即将挺进到香港。香港的模拟法庭可没那么简单，他们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我看到他们已经燃起的这种王者之师的阵容，尤其是前面4位，还有后面4位不断的在内容上予以梳理、予以支撑的这些朋友，即便你们有6个人最后没能站在模拟法庭的舞台上，但你们在背后点点滴滴的付出，所有人都能看得见。我们非常期待在庭审当中的表现。那这个表现在我们下一期开头就会来给大家呈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谢谢各位。我们会分别请2组进行5分钟的搏斥，然后选出最后2位代表我们所有8位实习生出庭参赛。
现在请开始。The proprietary claim against the defendant is groundless. In addition, the change of 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was unlawful. The fine of 500,000 under dispute. Sorry. The defendant has failed to provide any supporting facts on this alleged crime. There is no basis for defendant to claim a defense called bona fide purchaser. 哇，好难啊！高压，在我们4位代教律师集体商议之后，最终呢，我们还是决定。哦啊！果然被你说中了。Cut. Knowing the receipt part of your pleaded case, can you argue that now? Try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rguments. Or whether it is inequitable for the defendant to make restitution to the plaintiff. The defendant asks the tribunal to dismiss the plaintiff's respective claims. And this is unanimous that the winning team should go. 辛苦了，我们这么多实习生，一起去吃一个晚餐。哇，这待遇也太好了吧！凯子，你跟谁关系最好？跟明浩最好。你满意了吗？我想爱听这一番。以泪洗面了。在同样一个 level 上，你需要比同级的男性优秀很多，你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一下共鸣了。做律师确实不容易啊，尤其做女律师更不容易。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仕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仕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一片天地。你可以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的自己。理想的路在发着光，未知翻山越岭也无妨。挫折用来试探你的胆量，奔跑吧，前行吧，坚持吧。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